如果美國是要去侵略中國大陸，要在中國大陸的周邊來進行戰爭，不管在東海或者南海，要跟中國大陸的本土軍力解放軍來進行戰爭，其實我們根本不用專業知識，用常識就可以推理得出來。美國毫無勝算，沒有贏的任何可能性。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在上個禮拜在國會聽證的時候，他自己都已經說了，沒有第一島鏈，沒有第二島鏈了。他沒有講這兩句話，但他的言下之意是一二島鏈不存在。現在美國是退防到本土了，因為他是這麼說的。他說中國大陸解放軍是完全有能力打擊跟摧毀他的本土的軍事基地，那指的就是在關島、在夏威夷跟在阿拉斯加。好，我們要持續就軍事面來觀察這個美軍的飛彈庫快要被在中東地區給掏空。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的航母艦隊卻是全面的衝刺來做升級。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到了是大陸的殲35準備登艦，那麼遼寧艦現在則是殺進了西太平洋地區。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印太地區有一個問題，就是日本跟台灣的軍售大卡關。我們接下來要觀察到的是印太是否進入美國來不及，中國已經逼近的新戰爭時代呢？那麼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可以跟我們做互動哦，就是說美國的武器在中東快速的消耗，是否接下來會難以應對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中國在這邊做競爭？如果您認為是難以應對的，可以留言寫1；您認為仍然是可以有效應對中國的，可以在留言區寫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我們要來趕快看到 CNN 的最新爆料，特別講說呢，在美軍呢在伊朗的這一場戰爭當中，一共是7周的時間而已，但是呢已經大量的消耗了關鍵的飛彈庫存了。它特別示警會出現的是這種短期風險的一個警報。接下來最擔心的事情是，一旦有這種大型的衝突，美軍要面對的就是彈藥不足，難以應對中國大陸的一個危機。這是來自於 CNN 的最新報道。美國智庫也特別做了一個精確數字的證實，在美伊戰爭這一場7周的戰爭當中，美軍的武器消耗有哪一些呢？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包括了在精準打擊飛彈的數量上面消耗大約達到45%，其中愛國者飛彈已經消耗了將近是一半的量，薩德飛彈系統也消耗了大約50%。那麼現在預估呢，所有的彈藥大約最長時間得花5年才有可能去補齊了。前防長蓋茲更是再次的痛批說，美國的武器他說他已經說了好多年，甚至在川普总統前任的总統期間呢，他就已經講說美國的武器太貴，而且生產的速度太慢了。他特別比喻說，這一次呢，一枚400萬美元的愛國者飛彈，竟然是要攔下3.5萬美元的無人機哦。尤其他特別提到了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每月量產甚至可以達到200架。那美軍到底要怎麼打呢？另外，我們來看到受到中東的拖累影響哦，對於亞洲地區的軍售現在也確定會延長了。美國的代理海軍部長高雄特別說了，針對於台灣的軍售，140億美元現在確定是暫緩的。那麼會優先補足的是美軍的這個彈藥庫存，才會去考慮到台灣。再來，日本方面也是暫緩的。金融時報最新的報道說，日本採購了400枚的戰斧飛彈，恐怕最長時間得延後2年才有可能來做交付。大家在擔心美國在印太的軍火供應鏈是不是會撐不住了呢？另外，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在海上這邊，解放軍則是持續的推進。最新消息，遼寧艦航母編隊遠赴西太平洋演訓，大家也在關注說，那有關於殲35呢，是否可能在上面包括了華耀型航母能夠順利的起降呢？另外，可以在中國的現役3艘的航母上靈活的做部署嗎？大家也都在持續的做關心。那麼根據監控，包括了解放軍的054B 也護航了091型的補給艦，出現在包括了這個穿越沖繩與宮古島間的海域，在第一島鏈持續的對日本各國施壓。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來看到的是 CSIS 特別警告了，7周的時間而已，美國在中東的彈藥就快要消耗盡了。那麼要彈藥回補，需要5年的時間，再加上前防長批美國的武器又貴又慢，美國接下來有能力應對中國嗎？賴老師怎麼看？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要在哪裡應對中國？我覺得美國要先回答這個問題啊，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是要去侵略中國大陸，要在中国大陸的周邊來進行戰爭，不管在東海或者南海，要跟中國大陸的本土的軍力解放軍來進行戰爭，其實我們根本不用專業知識，用常識就可以推理得出來，美國毫無勝算，沒有贏的任何可能性。這個最主要的就是您看看，連伊朗這樣的一個國家，伊朗跟中國是沒辦法相比的啊，不管在国防工業的研發、自我研發、制造能力。那不是一個量級，也不是一個世代差啊，它是原始的跟現代的之間的差別，是那差別太大了。所以美國如果說我今天要把軍力投到這個亞洲這個地方來跟中國大陸交戰，不管使用韓國的軍事基地，或是日本的甚至台灣的，或者是菲律賓的，美國都沒有任何勝算。美國自己很早就都知道了。陸面基地的沒有勝算，為什麼？因為全部都是在中國大陸的導彈的涵蓋的範圍內，所以沒有倖存的機會。那另外我們就講說，在海上的交戰，你航母戰鬥群推不進來，因為美國自己也算過中國的區域拒止的能力使美國在海上之間它的航母的這種海上基地、海上空軍基地的投擲根本靠近不了2500公里，更不用講說1500公里。那你想，不到1500公里，連1500都靠不進去的時候，它的艦載機毫無作用，是因為艦載機的作戰半徑沒有辦法超過1000公里，一般在650公里左右，所以它也推不進去。那些航母沒用，冒險推進來沒有生存的空間。好，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今天講中美之間交戰是在這個區域交戰的話，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在上個禮拜，他在國會聽證的時候，他自己都已經說了，沒有第一島鏈，沒有第二島鏈了。他沒有講這兩句話，但他的言下之意是1、2島鏈不存在。現在美國是退防到本土了，因為他是這麼說的。他說中國大陸解放軍是完全有能力打擊跟摧毀他的本土的軍事基地，那指的就是在關島、在夏威夷跟在阿拉斯加。那這個就是他們所謂的第3島鏈，也就是說他自己的戰略，他說我們已經把我們自己的這個基地變成我們的前沿基地了。是過去的前沿基地是再往前延伸到韓國、日本、菲律賓這邊來，但是現在已經是在本土做防衛中國大陸的前沿基地。好，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戰場的角度來看，如果戰場是在於西太平洋的話，美國是打不贏這場戰爭，這是常識。第二個，美國的國防工業的體系能力比中國大陸弱太多了。最重要的地方是在於美國沒有最重要的關鍵稀土，所以它沒有辦法快速量產，而且沒有辦法完全自動化來量產那些導彈，而中國大陸可以。那你想，美國怎麼跟中國大陸較量？美國怎麼跟中國大陸打？當然，反之，中國大陸如果要到美國的本土來打仗的話，那中國大陸它本身的導彈的彈藥的西行量，它的補給線也不構成中國大陸可以打敗美國啊。那也就是說，這兩大國是彼此之間都沒有辦法在對方的國家來打仗了。所以拜託，還講說美國協防台灣的，拜託，不要再騙了，騙夠了。好，那一方面我們是看到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在不同的區域上面的競爭，另一方面我們也就這個細節來做一個比較精細的分析哦，包括了殲35，現在中國大陸傳出來說，馬上上遼寧號、遼寧艦，那到底戰力如何？再來看到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這邊的部署，剛剛講到了，除了殲35之外，還有054B 跟901型的大型補給艦，那呂艦長怎麼看？我們來看到前一段時間，大概就是在4天之前，中國大陸特別宣布了有關於遼寧艦的最新動態。那它的動態也就是要進入到西太平洋。那它到西太平洋做什麼科目呢？我們可以從這個央視相關的那個微博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它要做的也就是戰術飛行、實彈射擊、支援掩護以及支援救援的這些，其實海軍一般操演的科目。那其實這個部分呢，也就是我們每一年看到，也大約就是從5月開始，解放軍就開始進行這一些
航空母艦打擊群的這一個動作。可是這一次大家會特別重視一個重點呢，也就是歼35的部分，而且這殲35這紅字啊，還不是我標的，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央視它標的，它要大家特別重視殲35的部分。那殲35那到這一個遼寧艦上面，其實是非常特別的。那但是呢，不意外。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因為大家一開始都認為殲35原來就是設計給福建艦電磁彈射使用的。可是呢，這一次我們透過這個央視的報道，他告訴我們，其實這一次要驗證的是滑彈一體，也就是我們講到滑躍起飛以及彈射起飛都可以在這一個殲35上面達成。那如果說呢，我為什麼說不意外呢？如果我們大家仔細的追蹤這一個 Google 的這一個地圖，我們就會看到，在遼寧的新城的一個基地，我們就會看到2023年的3月6號，其實我們就已經在這一個航空母艦滑跳甲板以及降落甲板這附近，我們已經看到這兩個黃框，它標明的也就是這些戰機的翅膀是可以折疊的，可是它並沒有我們一般所看到的這個潛翼的設計，也就是它是殲35而不是殲15。那另外呢，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在這個遼寧艦它在服役的時候，也就是在2024年，這是它完成了中期的這一個入屋型的場級維修之後，那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它的甲板後方這一架戰機，那當然從這個角度大家看不清楚，可是從這一個角度大家就會看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它就是殲35。所以殲35的設計一開始就是要滑彈一體的，它而不是說它只是給電磁彈射使用。那至於說我們講到說这個901這個綜合補給艦，也就是呼倫湖號跟這一個054B 洛河號，那他們為什麼先一步穿越宫古海峽進入東部海域？因為現在解放軍在演練的，也就是它雖然是一個我們講到這一個遼寧艦打擊群，但是呢，它會有其他的編隊從其他的我們例如說看到宮古海峽這一個部分來，或者是台灣東部的這個水道直接匯合，而不會成為一個大編隊的時候一起出發，然後也就是讓無論是日本或者是台灣難以掌握那個解放軍真正的目的是在做什麼。好，那我們一方面也看到在西太平洋這邊的一個對峙哦，那我們也看到說，那美國呢？美國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它在中東的彈藥已經消耗盡了幾乎見底，現在是連台日的軍售都卡關了，還有能力來應對中國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是啊，我們剛才詩敏也提到，美國在這一次對伊朗的戰爭當中啊，3款最重要的飛彈，也就是標準3或標準6型，以及愛國者飛彈，還有薩德飛彈。其實都消耗大概至少1/3，有的甚至消耗到1半的庫存。愛國者飛彈消耗了1/3，打了1000枚，好，它總共就是3100枚。对。然後呢，薩德飛彈呢，那更是打了200枚，大概消耗掉1半。那同時標準3、標準6也是同樣的這個情況。那因此，他現在要趕快提升它的庫存，就延遲了他對歐洲國家、對日本的戰斧飛彈，就是說本來都已經是要延遲了，現在更明確講要再多延遲2年啊。然後呢，對台灣的軍售，當然也所謂的依據海軍代理部長高雄的說法，我查了一下，他真的叫高雄，但是越南裔的，那是越南裔，對，他叫高雄。那倒不是因為他叫高雄，所以他要他講對台軍售了哈。那但是因為他是川普的圈內人，在國防部裡面，所以即使他是海軍代理部長，其實跟軍售是無關的。但是也讓他剛好那一天，就因為他要出席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就透過這個方式，把它講出來，就是整個這個1400億延後。那至於延後多久也不知道。好，所以這是就是說，他的對伊朗戰爭造成的彈藥的拖延。那現在美國還能不能夠再去打2場戰爭？通常美國大戰略都是這樣，它能夠同時
面對2場區域戰爭，但美國實際上沒有真的打過2場大型的區域戰爭，但是它的火力、它的彈藥、它的部署是可以做得到。那可是呢，你打2場戰爭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現在啊，我覺得他再去打1場區域的戰爭，可能都做不到了，因為他的彈藥庫已經這個就是剩下一半，甚至更少。那同時呢，他在这個區域的影響力、盟國的配合能力都在減弱。因為當你不夠強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來幫助你？好，那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問題。那至於說是否能夠嚇阻中國，剛才賴教授幾個就講得很重點啊。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數字來顯現了。現在叫做5500加1000對抗5000。那俄羅斯有5500枚核子彈頭啊，中國大陸大概有600到1000呢，然後美國有5000呢。所以為什麼中俄之間在4天之後要舉行川普習會之後要舉行普習會？在一個大國的權力重組過程當中，各位一定要了解這個核武嚇阻的核心關鍵重要性。中國大陸雖然有600到1000，而且它的這個長程投射能力也很強，但是呢，你總是再加上更多的這個數量，對於美國更具有威懾能力。那美國當然也看懂，美國也了解。那第二個在講區域拒止，這個剛才賴教授講得清楚啊。那你講中程彈道飛彈，東風21、東風26，這都是2000到4000的。然後呢，還有超高音速彈道飛彈，東風17。好，那這些都是美國沒有辦法發展出來。你一旦進入到這個區域，你不要說第1島鏈、第2島鏈，再遠一點，這都面臨到嚇阻。是。那第3個呢？美國要怎麼去再跟中國打仗？貿易跟製造跟就是各個層面都會受到影響。所以我是覺得你現在在談，就是美國跟中國，它還是具有那種俯視的地位嗎 ？No， 老早根本雙方已經相互平視了。那川普最了解，因為他是個大交易家，他知己知彼，所以他為什麼這次到北京去像個小學生一樣聽話了？來看到川習會前，現在呢正式的軍事攤牌了。我們看到解放軍的部分，遼寧艦南下單挑7國聯軍，等一下會一起來看哦。還包括了海警現在打臉日本的右翼，機關炮都已經瞄準要強勢驅離日本的賀丸號。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一個比較細部的關心。先來看到呢，美日菲為主的這個國家組成的7國的2026肩並肩聯合軍演，這一次可以說是動用的兵力，他們說是歷年來最大，一共是17000名的兵力。那麼日本出動了它的1.9萬噸的這一個伊勢號直升機來做護衛艦的領軍，大約有10艘的軍艦，總噸位可以達到了10萬噸，包括了驅逐艦、巡防艦都在這當中。那麼在這一場軍演當中，他們也試射了88式反艦飛彈，擊沉了8船。但是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如何來做應對呢？出動了包括在南部戰區的部分，我們幫觀眾朋友統整一下非常大的戰力哦，6萬噸的遼寧艦航母戰鬥群一起南下，當中關心到的是四川艦4萬噸的這個四川艦準航母，再加上055跟052D 哦，再加上還有來自於14艘這麼多的一個艦艇，總噸位超過了20萬噸。當中包括了來自於這個驅逐艦、護衛艦跟補給艦，並且在這邊試射了鷹擊20高超音速反艦導彈。我們先來關心一下四川艦的戰力，在這一場軍演當中特別的備受關注，因為呢，它可以說是被大家視為是接下來的一個準航母哦、準航艦哦，它裡面的戰力包括有電磁彈射跟攔阻系統上艦之外，還說可以跨航艦來支援哦。再來就是說，它可以起降固定翼的戰機加無人機，點名可以在上面操作的就是殲35，定位上不再只是2棲艦，而是介在包括了2棲跟輕型的航艦之間的一個戰力，並且它是自帶空優的。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剛好是在習川會的前夕秀出了軍事的肌肉，雙方現在是在比上軍事上面的角力，誰比較占上風，才可以在接下來的談判桌上有更好的溝通嗎？委員怎麼看？
是，我想習川會到底會不會真的如同外界預期的會面？我認為現在還是有很大的變數哦，因為習川會能不能夠會，關鍵一定是在伊朗的戰場哦。那麼究竟要如何先畫上一個休止符？如果美國最後忍不住在伊朗仍然這個大開殺戒的全面開打了哦，那麼我也不認為習近平會在這個時刻去見川普哦，因為畢竟美國正在打的是中國大陸的盟友哦。那麼兩個人見面恐怕也很尷尬吧？哦，那麼究竟伊朗這件事情的責任該如何歸屬？那好了，就是我要看看這一次的這個軍事演習哦。其實大家剛才看到了，思敏給各位看到那個電視牆的數據就知道啦。再怎麼盛大的聯合軍演，總噸位10萬噸，中國大陸隨便派一群艦隊下來，總噸位20萬噸，哈，這就是差別了。各位了解嗎？就你在人家家門口去搞個軍演，然後你們每一個國家都千里迢迢的跑過來。可是呢，因為你在我家門口，所以我隨便派一下看家護院，我的人就已經比你多了啊。所以你真的認為說這樣的一個軍事演習能夠對中國大陸造成什麼樣的威嚇效果？我是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那你更不要提到說，美國已經自己把它全球的這個國際秩序領導者這樣的一個地位，自己親手給摧毀掉了。所以如果我們現在看軍演，那麼就是一時一地的一個事件。可如果你把這個整個格局放得更大，你把整個地球當做一個棋盤來看，那麼你就會發現這個軍演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了。我曾經在這個節目跟各位提過，這個布里辛斯基寫了《大棋盤》，在這個幾十年之後，他寫了第2本書，叫做《第2次機會》（The Second Chance）。他這本書就講了什麼？他說美國有第1次機會是在2次世界大戰之後，可是美國沒有好好的把握住。接下來呢，上帝再給美國第2次機會，1991年冷戰結束，美國會成為單極霸權。這是美國的第2次機會，要牢牢抓住。他在這本書上講了什麼？他說，如果你要抓住了這次機會，你要建立一個長期穩固的國際秩序哦。可是你看，現在美國在做的是什麼？是反向而行的。他在破壞整個這個國際秩序，在打垮所有的國際的遊戲規則。然後他提醒了美國2件事。他說，第一，正當性比力量更重要。這就是美中現在的實力的消長啊。你說中國大陸現在的力量一定超越美國嗎？未必。可是中國大陸為什麼在全球的正當性的地位在逐步的提升呢？因為它沒有用以力服人、以力壓人的這種做法，而美國正在持續的做這件事情。美國在發揮它的力量，而它忽略了正當性。啊，這本書就提醒美國的第2件事情，不要過度使用武力。所以你看，美國果然就陷入了這個僵局。我剛才提到的，這是一場沒有出口的戰爭啊。可是美國現在還在迷信這件事情。你光看到這場軍事演習，就他們認為，就是我用軍事力量就可以展現我的威嚇，那麼對中國大陸造成牽制。可是殊不知，全球的整個地緣政治的格局已經改變了。伊朗的這場戰爭徹底的摧毀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了，就讓大家看破了美國的手腳了。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就算日本來了啦，菲律賓來了，然後再來了一些有的沒的國家一起來這個湊湊熱鬧，你們敢做什麼呢？你們敢打中國嗎？真的跟中國發生衝突的時候，假設退1萬步，這20萬噸跟你這10萬噸就在南海開打一場，你們敢打嗎？打得贏嗎？好，我們看到這個習川會前，所以看到這個以美中為首的軍事力量現在全部進出。那以軍事面，我們也請幹哥來做一下分析，因為這一次我們看到解放軍帶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編隊，我們昨天聊包括有這個準航母4川艦之外，其實還有。這個今天特別聊到的是，再加上14艘的艦艇，是一個完整的編隊。現在被說這些戰力是超乎想象，那幹哥又怎麼看？因為說句實在話，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一定是以母艦為中心，但這一次南下不太一樣，因為遼寧號它帶了新造的076 2棲攻擊母艦，叫做四川號下去。因為四川號跟它的前身075海南艦不太一樣，因為什麼？因為前面的那艘075是標準的2棲突擊艦，但是到076就變得搖身一變，它不是單純的2棲突擊艦，它等於是準航母了，它等於是小航母了，它只比遼寧號小一點。為什麼？因為它有電磁彈射系統，它就可以彈射殲35戰鬥機，它的彈射的能力可能會造成076要比遼寧號還要來得先進。大家了解了嗎？為什麼？因為它是後來才造的，遼寧號是第一艘我們國產的航母，對不對？當然，
這個076它的技術水準是要跟現在的福建號來相提並論的。然後呢，它有2個艦橋，就是2個艦島。2個艦島是什麼意思？這種設計只出現在另外一個國家，就是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上面。也就是說，前艦島是航海用的，後艦島是戰鬥機發進的準備艦島。也就是說，它的責任跟範圍遠遠超過了2棲突擊艦的設計。那這一次遼寧艦伴隨着四川艦一起下去面對，也等於是說去跟那個肩並肩，就是說美菲日之間的肩並肩軍演互別苗頭，所以這個味道很不一樣。為什麼？因為一般而言，2棲突擊艦不會跟航空母艦戰鬥群一起行動，因為任務不同。那這次我帶着你四川艦去，代表什麼？我們要聯合訓練。聯合訓練什麼？當然是殲35啊，藍沙戰機。今天我是不是能夠在你的四川艦上面幹嘛？非常 smooth 的起飛，也非常順利的降落。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叫無人機，攻擊11。攻擊11無人機是現在我們最翹首期盼的，那叫做重型無人機，好嗎？攻擊11無人機這次要驗證它究竟能不能夠在海上去執行應該它要負擔的打擊任務。就有點像美國的女武神計劃、女武神無人機計劃。如果說攻擊11無人機能夠在像這樣子的4萬噸的準航母上面起降，而且用的是電磁彈射，這個意義完全不一樣。所以大家要曉得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解放軍的艦隊、編隊，它都有不同的意涵存在。他今天如果說能夠進展到這個程度，再下來的艦隊就更加的不一樣，會有更多的076，會有更多的075，代表在正規的航空母艦戰鬥群之外，我們還有閃電航母，也就是帶着像 F-35這樣子的閃電戰鬥機，可以進行一般航母之外更多的任務。這就是整個這次的演習最大的意義。好，謝謝幹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在南海現在非常的不平靜之外，其實呢，我們來看到第2在海上的戰場，現在是在這個釣魚島的附近，說是開啟了第2戰場，原因是呢，中國4艘海警船直接搭載了機關炮驅離在裡面開進來的日本的鶴丸號，更是一度與日本的巡邏船來對峙。那海警船當然是立刻對日本發出了警告，叫他們不要挑釁等等的。那鶴丸號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過去呢曾經多次被指違規進入在釣魚島的海域，那是由日本的右翼人士捐款購置的漁船，所以一直被視為是不是右翼的一個象徵。那也代表說大陸在接下來在釣魚島這邊會常態化的做一個武裝的維權嗎？那岳老師又怎麼看？這個跟剛剛那個南海發生的那個076，就四川艦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四川艦是一個無人機的航母，啊，4萬噸，這個是展現了中國海軍的威力。那這邊講的鶴丸號的一個驅逐的事情啊，是一個碰瓷不成啊，就有點像是鬧劇一樣的感覺。我首先強調，什麼叫鶴丸號啊？它的的確是原來這個有一個這個中建軍啊，就是日本人啊哈，他成立一個尖閣島守護會。裡面所專門購買的這個，其實嚴格大家看一下，這個鶴丸號叫鶴丸號漁船了。啊，它這非常小了，就這個大小也不敢公布啊。但是呢，它負有一個任務，它什麼任務呢？原來啊，這個豐臣秀吉的旗艦就叫鶴丸了啊。這個小船用了大名字啊。我乍看一下，發覺哎，這好像是紙做的一樣那種感覺啊。那大家心裡要了解這個事情為什麼？首先第一點呢，就是說這個在釣魚島裡面的事情的話呢，大陸是很明確的守了釣魚島裡面的主權的維護，不是維護了，就是在那邊固定的巡航已經超過1年的時間了啊，所以說這個鶴丸號是過來想要弄一弄，講了。當然了，有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在那邊大喊什麼不惜一戰什麼的就講了，但是大陸這邊這個船還沒過來，就直接就扇了2巴掌就完了，就不了了之了。這是第一點，就是說，但是它代表的意義呢，就是除了就是馬上把這種碰瓷的事件這個解決了以後呢，另外呢，它是完全按照國際法的裡面主權國家，它就是有管控啊，有警告啊，有取證啊，而且現場取證，那麼做得非常直接。然後第3點。
點的話呢，就是大陸現在呢，在這個釣魚島的事情，面對日本的話呢，這個層級拉得非常高，就是說可能在南海那邊的話呢，就是避免擦槍走火，即使要開始的話，因為大家也知道，在南海裡面派出來的部隊，就是那個整個菲律賓演習的這個比例就非常高。但是的話呢，在釣魚島這邊的話呢，我覺得大陸這一次是有意識要拿這個賀丸號啊，那個給他一點這個顏色瞧瞧。所以賀丸號一看到情況沾不了好處，就馬上連滾帶跑就跑掉了啊。所以說呢，這裡面可以講的很明顯的一點就是說，這個大陸面對於釣魚島的事情呢，根本就不容許日本的右翼人士管你什麼賀丸什麼大丸的，通通都不准你在裡面做事情啊。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要確保釣魚島的主權。好，純軍事消息，今天帶觀眾朋友來關心到是大陸的004航母，現在傳出最快時間呢，就是在明年就會正式的下水了。今天呢，我們會來就細節來看看它的戰力曝光，據傳超過美軍的福特艦。觀眾朋友可以聽一聽我們的評論，並且呢，如果您認為真的有機會超越美軍的福特艦的話，可以在留言幫我們寫下1；如果您覺得說不太可能，可以在留言寫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另外一方面，今天還會關心到是日本的鹿兒島這邊現在開始部署了提豐跟海馬式系統哦，難道日本正式成為抗中對於美國來說抗中的第一線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大陸的海軍戰力現在說更上一層樓的原因，就是因為004航母的建造，現在說已經完成了70%了，預估年底上基本就可以完工，而最快2027年就會正式的來下水服役了。如果真的開始服役的話，將會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一艘航母，戰力現在說更可能超越美軍最先進的航母福特號了。我們趕快就他們的基本小檔案來做一個比較。這邊呢是大陸的004航母，那麼另外一頭是美國的福特號。現在光是看到這個排水量啊，不管是這個水線的寬度、甲板的寬度，或者是我們來看到的是最大馬力、電磁彈射系統、艦載機等等數量，都可以說是超過福特號一些的。那麼等一下就具體的戰力，等一下我們會請專家還有將軍老師們來特別帶我們稍微看一下。那麼我們也從大陸最新播放的2026解放軍海軍的年度宣傳片，這一支是向大洋當中呢4位核心人物現在在影片當中出現，來對應說接下來是不是這個航母就要服役了呢？因為當時呢出現了這個遼寧的時候，應對的就是確實看到了遼寧號出現。那麼現在接下來最後一位新兵就是第4位，他叫做何健。難道大家就在暗示說，是不是這影片暗示下一艘航母就是何健呢？好，等一下我們都會一起來做一個比較詳盡的分析。以目前曝光的004航母來看，它的規格戰力到哪一種程度，真的可以跟美國的福特號來抗衡嗎？那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有後來居上的可能性比較高。我們可以從幾個地方來看，現在做這些大型的航空母艦呢，中國大陸已經走向模組化了，不是像以前這樣焊接連接起來然後成型，它沒有。它這一段把它出來，這一段就是它模組，那不是像以前的零件化，都零件化，現在是模組化，系統件、組合件，通通一起来就速度就快了，不是它以前是有分解動作，現在是組合動作，所以就快。然後第二個呢，它現在是 AI 廣泛運用，那 AI 廣泛運用，現在人工智能下來，人工智能下來有很多事情不要人力，人力慢，人力只有8個小時。但是 AI 人工智能的處理24小時，它也不會罷工，快得很，就交給這個人工智能 AI 來做吧，其他才必要整合的人來做。所以它這樣子變成 AI 跟人力2個搭配在一起，那麼速度會變快。為什麼感到速度會快？美國那做航空母艦呢，那是一步一步來。中國大陸另外一個就它的特色啊，它是跳躍式。你看，尤其它彈射系統，美國是用蒸汽彈射，然後才電磁彈射。中國大陸我不要從來没有一艘航空母艦是蒸汽彈射，直接電磁彈射了。而且美國是中壓交流電，中國大陸有中壓，因為交流會不穩定，會对系統的精準度是沒有那麼精確。我直接中壓直流，因為直流的它電力是供應速度是非常穩定的，对装備是有幫助。然後可以調電流的強弱來做針對這個彈射系統的彈射飛機的重量所需求來做調配。又不一樣，所以中國大陸不是按部就班，它是跳躍式，直接就彎道超車，直接就不要了，其他就不要，直接要用最好的。
第三個我認為它就是它有前面3艘的經驗，有遼寧號、有山東號、有福建號各方面的艦通通整合在一起，就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麼樣的航空母艦。這是我第4艘，那絕對是核動力。為什麼？因為核動力它的 power 才夠，電力才夠。如果是一般的柴電的這種傳統電動力的話，它的發電量不夠，因為電子彈射要瞬間要那個，我們知道電壓要匯聚到它所需要的這個電壓量。那你這個柴電就會有這方面的限制，但是核電沒問題。而且核動力航空母艦是沒有里程限制，1萬公里、2萬公里、3萬公里都可以。因為它核動力啊，不用他們帶那麼多的油出去，它就变成為什麼飛機說要100架了？因為它整個油庫都不用了。一個遼寧號的軍艦要出去的話，那個油將近帶到，包括航空用油還有航海油，帶了將近要1萬公噸。你整個都因為整個出去这個都是燒油啊，現在不用了，這些都省下來，只要帶航空用油給飛機加油就可以了。其他我是核子反應堆、核子反應爐，其他的空間通通省起来。那這樣我可以存放更多的飛機。那我這樣的話，是不是变成事半功倍？更一艘航空母艦可能就抵以前的1.5艘，是這個樣子，它戰力才增加了。是。那我知道中國大陸這種前瞻性，它有在這邊做思考，而且它又有經驗的匯聚，才會造成現在它這個造艦的速度，總感覺到一般人感覺到好像感覺到比較快，是這個原因在這個地方。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004航母哦，相較於美國的福特號，非常有極大的可能可以後來居上。那另外一方面也有模組化的這種發展，讓它的造艦速度非常的快。當然，連美國軍方都自己承認說，已經對美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那川普另外一方面，他說他想要造這個川普艦嘛，他說呢，1年要造1艘。但是大家還記得嗎？他前陣子才撤換掉這一位是海軍的高層，因為他不滿說你這個造艦的速度太慢了。那這確實是美國現在內部很大的一個問題。那有沒有可能川普艦如川普所預期的每1年造1艘？那苑老師怎麼看？這個川普這個人呢，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樣。一般人的話呢是日新月異啊，力求進步。川普的話呢是力求退步啊，這個感覺不一樣啊。首先的話呢，我們這個軍人，雖然我沒當軍人哈，但是我們男孩子都喜歡看戰爭的歷史。大家都知道大和號跟武藏號是怎麼成的嘛？那就是戰艦嘛。戰艦為什麼成的？這大和號一出來之後，那個航空母艦在上的那個艦載機噼里啪啦攻擊，要打沉了啊！這個就是這個故事嘛。我不太懂啊，但是我不曉得艦載艦在面對航空母艦還有什麼這樣的功能啊？這是第一個嘛。那另外的話呢，這個川普這個人呢，他是要錢財也要面子啊。那這個事情的話，什麼都要搞上什麼川普級啊。你說這個不是說這個船1艘而已啊，就整個這個級都叫川普。比如說川普名字都在美國到處出現。現在你到紐約去看個藝術中心，原來是甘乃迪藝術中心，現在變成川普甘乃迪藝術中心。你現在的美國人拿到的護照，明年開始拿的護照，最後一頁，哇，川普好大個像，這感覺很不吉利，你知道嗎？啊，這很奇怪，就不喜歡這個人啊，你不能說他不認得總統啊，對不對？所以說，我覺得這是第二個問題。你這個船的話呢，通常你看大陸很好，去用地名來取嘛。對不對？就是什麼用省名，就是叫這個航母嘛，对不對？然後這個004要是哪個省，大家在爭取，那這個沒有牽涉到個人嘛。那現在川普級這個戰艦原來這個落後的概念。然後第三個的話呢，我是覺得說那個美國的航母當中，你剛剛做這個福特講的哈，那個電磁彈射啊的比較，這不是有沒有的問題，是管不管用的問題。那個川普本身的退步啊，就有一次發脾氣了，這個電磁彈射不行，要改為蒸汽彈射，但是他們覺得不敢講，為什麼？那蒸汽彈射老早就已經公司都倒閉了，要是美國沒有了，那你的艦載機不能彈射，那電池也不行啊，電池因為它的那個保障的那個牢靠率，那個 reliability 不行嘛，就是不可靠。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要靠什麼呢？就要靠回到蒸汽彈射，蒸汽彈射有設備又沒有裝，所以我覺得福特艦本身一出來還沒出來，福特號好像就問題一大堆，對不對？所以說呢，這個大陸這邊的話呢，就是說在這個幾個步驟，這個航空母艦啦，配合無人機啦，配合超音速導彈啦，這個整個海上的力量是有計劃的。而且呢，我覺得最重要的，相較於川普目前的發展來講，大陸是追求進步的，軍事上的科技進步，人員上的進步，另外的話呢，設計裝備啊各方面的進步，對不對？004完了還有005啊。對不對？就是核能這個發展，從遼寧到這個004，就可以看得出來它進步的過程。
好，刚刚我們比較的是這個中美之間在海上面的一個軍艦上面的競爭，那我們也同樣來看到的是，那有關於飛彈跟火箭系統哦，現在中美哦其實也在比拼當中，尤其是外傳呢，美國跟日本接下來會一起做更加大的合作，包括了6月份跟9月份會有不同場的大型聯合軍演，6月份這一場叫做勇敢之盾，那麼9月份這一場叫做東方之盾，美軍呢在另外一方面還計劃現在呢即將要在日本的鹿兒島這邊來部署提豐跟海馬式火箭系統，那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他們上面其實是可以裝，包括了提豐放的是戰斧巡弋飛彈，射程160公里，具備對海對地的多重能力打擊，海馬式射程約落在300公里，現在看起來都是對準中國大陸而來的。厲將軍怎麼看？那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提豐系統哈，它是2種飛彈組合在一起，一個是戰斧型巡弋導彈哈。這個戰斧型巡弋導彈射程大概1600公里，那它速度是亞音速的，它主要是攻擊形式的一種武器哈。是。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標準6型的，標準6型是防空飛彈，也就是說，如果說你要對這個系統攻擊的話，它也有自己保護自己的能力，所以這套系統是有攻有守。那它強在什麼地方？它可以很快速的機動變換陣地，就是說我如果這邊發射完以後，我可以迅速變換陣地，讓你找不到我位置，沒辦法對我實施反擊，這是提豐系統。那第二個我們講海馬式系統，海馬式系統通常有2種的這種彈藥，第一種就是火箭彈，它如果說裝那種火箭啊，沒有導引的火箭，可以一次發射6枚，齊射可以6枚一起發射出去，但是它同時也可以發射美國的陸軍中程戰術導彈哦，它射程就到300公里，可以說這2種武器，不管是提豐或者是海馬式，都屬於攻勢武器，就是它是可以攻擊的。那美軍這次很明顯的哈，它這個其實不只是6月份的勇敢之盾，9月份的東方之盾，事實上我們這個月初，他在跟菲律賓也搞一個肩並肩的軍演。肩並肩軍演地點就是在呂宋島，就是巴士海峽的南端那個位置，所發射的武器也是海馬式，也在這個地方部署提豐系統。所以這一連串你看下來，很明顯的就是在借着第一島鏈想要封鎖住中國的海軍，讓他不要出第一島鏈。那這很明顯的美國這個舉動跟中國我們剛剛前一段哈，這個張將軍跟苑老師所講的這個。大陸它這個準備建造最大的航母啊，這個004航母來講的話，中國在發展海權，那美國急於將中國的海權堵在第一島鏈之內。那我們來看一下這2者有沒有可能這個如果說真的是一旦發生軍事上的衝突，到底誰有機會獲勝？這個美國可不可以如願將借着這幾次在日本跟在菲律賓部署這些飛彈系統，可不可以有效把中國的海軍封鎖在這個第一島鏈之內？我覺得是很難的了。我們現在看到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就是中國的遼寧艦已經西出太平洋在那邊演練了，而且這次西出太平洋遼寧艦，你知道它帶了什麼飛機嗎？極可能這個央視已經官宣了，它可能會放飛殲35，哇，那就是一件大事哦。遼寧艦我們都原來以為它是殲15戰機的，結果這次出去它官宣，它用一個問號。但是我想說，既然是央視，就一定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那你想想看，遼寧艦都可以放飛殲35，那後續來講的話，004航母如果成軍哈，然後這個在這種狀況之下，這個我覺得美國會在這邊跟日本搞這個演習，真的是急了哈。這個他急於將中國封鎖在第一島鏈，因為如果說中國以後我們不管是004航母，它是核動力的，西出太平洋、西出第一島鏈之後，就像是這個龍入大海一樣，你就根本就擋不住。你知道中國除了004航母之外，它還發展什麼武器嗎？最新的一個訊息，大家都注意到航母，但是知不知道，它中國現在正在建造一艘更大、全世界最大的一艘的這個奶媽級的補給艦，有6萬噸級，等於跟航空母艦一樣大了。遼寧號也不過是6萬噸，它造的補給艦已經到6萬噸，有這個6萬噸的航空這個補給艦。那我想對整個，它就不是對004航母實施補給而已，它對整個艦隊都可以實施補給。那你想想看，如果說有004核子動力的航母，再加上有這種6萬噸級的補給艦哈，然後如果說到了出了太平洋，我覺得這個美國根本就擋不住。所以你想借着這個武器系統部署從日本一直部署到這個菲律賓，想要堵在第一島鏈之內，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了，因為中國也勢必要西出太平洋，因為一個國家它如果說要強大的話，它可能要確保它自己海運的安全嘛。我們看到，不管是在第一島鏈或者南海，甚至於它未來如果說有核動力，有6萬噸級的核子這個補給線，它可能甚至於到印度洋去的可能性都很大。所以美國想要在這邊部署這些武器系統，我覺得要擋住中國的發展，確實是不可能的事情。